所以这一台呢，就是全新的 Haval H6 EV， 它的预计售价不会超过145千。首批少量从中国 CPU 进口之后的，都是会在 Malaysia CKD 本地组装的版本。它也是马来西亚市场上非常少数的 C segment SUV，I mean 混合动力 hybrid 的 C segment SUV。那昨天呢，我就从苏邦驾到来 Desaru 这边，等下我再从 Desaru 驾回去苏邦。我会透过这个 Highway 试驾跟大家分享这一台 GWM Haval H6 EV 它的卖点是什么，它针对的客户群是准备要买什么车子的一些人。那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已经在去年的5月 upload 了一支 GWM H6 的 video。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因为种种原因推迟了这个发布的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肯定会在2024年的9月到10月之间跟大家见面。从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加入 YouTube 会员 ，Let's go。那昨天一早呢，我就坐在 Haval H6 的后座，一直从苏邦坐到来 Desaru。那很少试车可以坐在一台车子的后面坐这么长时间的。所以经过了一整天的相处，我也整理出了这个 Haval H6 在各方面的优缺点。那这次我就先来讲一些缺点啦，就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上面是很少按钮。包括冷气的独立按钮、调整温度、风扇大小是没有按钮，你要进去荧幕里面调整。但是呢，当你在进入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的时候，你就很难去 swipe down， 你知道吗？你 swipe down 是没有东西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透过这个 button on off 再进去 Icon 的界面，然后离开 Icon 的界面之后，你还要再手动的回去这个 Apple CarPlay 的界面。我觉得如果有声控会更好啦，声控的话你就可以讲 Hello Haval， Hey Haval， OK Haval。 然后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像我们圣奈里塞路这一条路它不是很平坦嘛，它有时候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你会 feel 到整个 suspension 它偏软，特别是在过弯的时候，因为车子的重量大概在1700多公斤。正常这个 segment 可以在1400、1500啦，所以1700因为后面有电池组等等，而且它又是前轮驱动的 hybrid， 它不是4轮驱动。即便他们已经把那个 1.6 还是 1.7 kWh 的lithium battery 放在了行李箱空间，然后连 12V battery 都放去后面，企图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平均。但你无可避免的就是会有 torque steer， 然后过弯出弯的时候都要更加的小心。大致上这也就是我觉得 Haval H6 还可以再加强，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那讲一讲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中控台设计是比较 premium 的，特别是你看它用了白色的这种，虽然是 hard plastic， 不过我看起来它不是硬的东西啦。门边这边就稍微有一点点皮革，然后这种 rose gold 玫瑰金的东西，这个就很因人而异了啦。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它不只是在 dashboard 这边了，它连你的门边 door handle 再到方向盘上面都是满满的 rose gold。这个东西而且你没有得选择这次 GWM Malaysia 就是全车系整个 Haval H6 HEV 只有一个 variant， 只有一个搭配黑色座椅搭配白色的边跟这个半白色的这个 dashboard。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它虽然有 Apple CarPlay 有 Android Auto， 但是它不是 wireless 的。然后它有给你 wireless charging 无线充电器，可是没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讲到 USB 呢，它前面后面都是 Type A 的接口，而不是 Type C 的接口。这个就是我觉得还好啦 ，depends on 你的生活习惯。重点是它可以充电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用 wireless Apple CarPlay 的问题就是电话很耗电，很吃电，所以反而有时候我用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我还要去 plug in 那个 Type C， 这样不如你直接给我 wireless 就好了咯。只是电话不可以拿上来啦 ，by the way 驾车也不可以看电话的嘛，是不是？可以说讲回这辆车子的最大的卖点，也就是我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 powertrain。这个动力就有一点小复杂了啦，因为它的这个 1.5L 4气缸的turbo 引擎呢，它提供150 PS 跟230 Nm， 然后它的这个电动马达可以单独输出130 PS 跟300 Nm， 非常的有力。它不是那种猫 hybrid， 它的 combined power 是243个 PS 跟530个 Nm， 0到100 7.75秒，极速175 km/h。 But 我们昨天从苏邦一路下来 more than that 啦，肯定多过175 km/h。
而且车子是蛮能够去 handle 的，跑到高速的时候，给我们回去 Havao 的界面，然后你把它 swipe 下去，这边有快捷键，所以你可以一键就去切换你的 steering mode， 你要 comfort 的 steering mode、light steering mode 还是 sport 的 steering mode 这样子。你看啊，它是 1.5L turbo 的 hybrid，然后你说 HRV 是 1.5L NA 的 CVT hybrid， 然后这个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1.8L 是 NA 的 Hybrid， 所以你在市场上你要找到一个 1.5L 4缸 Turbo HEV 的 C segment 是很难找到的。然后我们说这个 Honda CR-V e:HEV IMND 它是 2.0L 4气缸的自然进气引擎，再搭配它的这个 e:HEV 的 Hybrid 系统。那我问了 GWM Malaysia 他们到底这个车是来打给谁的？因为你看145千就是 B segment SUV 的售价 HRV maybe 低配一点的 CX-30 或者是 J-Cool J7 I mean 我讲价钱啦，不管 segment， 不管车身的体态，车身的这个body type， 你可能外观造型上你觉得 CR-V 比它大2啦，把事实上 CR-V 的轴距是2700个 mm， 那这个 H6 呢，它的轴距是2738个 mm， 比 CR-V 还长了38个 mm， 然后车长是4683个 mm， 所以就侧边车头车尾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真的就是一个 CR-V size 的车子。even 它的行李箱空间虽然底下要放 12V 的 battery， 还有放这个电池组 lithium battery， 可是它的行李箱空间还能够放很多个 suitcase， 所以现在的卖点就是 CR-V Hybrid 要卖你199,800块，然后这个 Havao H6 HEV 只要卖你不到145,000。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去思考，你不可以说145,000我不如买 J-Cool， 我不如买 Cherry， 我不如买 HRV， 我不如买什么？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 C segment， 而且像我刚才讲了的243个 PS 跟530个牛车米啊，这个动力数据跟 CR-V 比的话是完全完胜它的。OK， 而且在加速驾驶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加速能力是比 CR-V 强，那 CR-V 的过弯能力就比它优秀一点啦。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family SUV， 一台家庭用的一个车子，我觉得我不管驾什么车子，只要载到老婆孩子都在后面，我都会比平时驾车的速度再放慢一个 20%， 特别是在过弯的时候，我会提早减速再去过弯，而不是像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有一点我蛮 surprise 的就是这台车子它的电动能力，就是如果你观察这个 BEV driving 它很长时间都是处于电动驾驶，然后当你在高速的时候，这个电动马达会去辅助它，它是 Series Parallel， 它能够 Parallel Driving， 就是引擎跟电动马达一起去双键合璧。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Setting of Energy Recovery Level， 你可以选择 Abate、Standard 跟 Boost， 所以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 Energy Recovery 的 Setting 去调整你的这个 B Mode， 所谓的 Brake Mode。就当你松开踏板的时候，它会自己帮你减速，然后再利用刹车的这个热能去让电池充电回电 Energy Recovery。那你可以再下一个 level， 车子停下来过后，你可以 switch 去 Single Pedal Mode 单踏板模式，就跟 EV 的纯电动车的这个 Single Pedal Mode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可以让车子完全停下来，就你松开油门踏板，你不踩 brake， 它自己跟你停下来，所以它的这个回电能力也算是非常的强。再来我们在后车厢地板底下的这个电池可以看得到，它是这个 SVOLT Sport 的蜂巢能源电池。那熟悉长城汽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Sport 蜂巢能源电池它也就是这个 GWM 自己的一个子公司，然后 Sport 蜂巢能源也为 Mini 提供这个锂离子电池。所以 Havao H6 像我第一支 video 讲过的，它在过去长时间连续蝉联好多个月好多年都是全中国最好卖的 SUV， 不论什么级距什么尺寸。然后在泰国刚刚推出的时候，它也迅速的攻占了 SUV 销量的排行榜。所以 Havao H6 它是少数中国 SUV 能够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的。然后我们回到中国国内呢，其实哈弗、长城汽车他们主打的就是 SUV 专家包括他们的长城炮、皮卡车、越野车等等。我以为在这个底沙路桥上面好不容易可以找到各车的待命结果他放 Con， come on， 还是要跟着这个 truck 跟着
forever 跟着它，没有办法超车，不用紧。So 现在距离 Hava H6 HEV 的正式发布还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 GWA Malaysia 就让我们率先的来试驾，为这台车子把脉，称它的斤两，看看它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好，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待加强。我喜欢 Hava H6 的就是它的外观看起来蛮 premium 的，车头有钻石型的水箱护罩，看起来好像 Peugeot 好像 Mercedes-Benz 那一种 Diamond Grille， 然后车尾造型，它的车漆用的颜色也让你看起来像一台 Lexus NX 这样子。然后里面的话就用了这种白色或者叫米色、浅色的材质，搭配 Rose Gold 还有皮革座椅，所以整体上这车子会给我一种145千买到接近 Premium Brand、接近 Premium Car 的感觉。然后它的这个动力530 Nm 的 Combined Torque 非常有力，而且操控转向的方面来讲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那我不喜欢的地方主要是在于它的 Infotainment System 它的娱乐作业系统等等是还有可以加强、可以升级的空间这样子。那也欢迎留言告诉我这个 Hava H6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是你对它的看法是什么。Alright， 经过了4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回到了苏邦，从 Desaru 回到苏邦。那其实我最近已经很少在 highway 上面加快车了的啦，通常就是定在一个时速，你要跟我就跟我，我也不会顶你，就是这样子。可是刚才我一路上的时候，我加到非常的快，那多快你就自己嘎一下啦。然后很 surprisingly 的就是这台车子啊，因为过去我们试驾一台车子，如果它有2个 powertrain， 一个是纯汽油，一个是 hybrid 来讲，通常在市区里面 hybrid 占优势，去到 highway 纯汽油会占优势，因为通常 hybrid 的车它不是给你拿来 highway 跑高速的。可是这一台 Hava H6 HEV 啊，它在 highway 的时候超级快那一种，你可以imagine嘛，你驾着可能驾着140、150了，你再踩它还有，它从140到160那一瞬间是嘣一下就来了，懂吗？所以你可以长时间一直处在这个很高的时速，然后你不会 feel 到车子上气不接下气，接不到力，因为每一次当你要力的时候啊，这个电动马达它的这个瞬间扭力来得非常的及时，所以这一趟前后驾了跟坐了超过800公里，让我对这个 Hava H6 更加的有信心啦。只要你去试驾过，我觉得如果你去 showroom 试驾车子，尽量找 highway 啦，因为你只有在 highway 你才可以发现这个145千高达530 Nm 的 Combined Torque 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我印象中这个价位啦，除了电动车我们不要讲啦，我们讲这个价位的汽油车、汽油 SUV， 应该没有人可以给到你像 Hava H6 HEV 的这一种加速感，真的是它有力，可是它又不会很超的嘛。有些车子你一快的时候 RPM 来的时候这样子，可是这个车子没有，它真的是非常的 smooth， 所以终于回到了这边。其实我一出门头就从底下路离开，我头就不舒服，就一直哔啵这样子，我就一路顶着这个压着我的头痛，就回到了这边。所以昨天是400公里3个人驾，今天400公里我一个人驾完。OK， so yep， 慢慢驾。这个是 USJ 的GWM。点在前面。OK， 我关掉我的麦克风，这边。And cut。